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第一期播客。因为有网友留言说希望有沉浸式的播客，这样呢也确实是学习中文最有效的方式。那我们今天就从我的一天开始吧。希望听完这个播客之后呢，你也可以完整的描述你的一天。就以我的周末为例吧。上个周六我是5点多就自然醒了。自然醒就是没有用闹钟，到那个时间我自然就醒了。5点多的时候，太阳好像还没有升起来。我呢没有立刻起床，先简单的做了一下面部按揉，就是可以让自己慢慢醒过来。差不多几分钟之后吧，我就起床了。起床之后呢，当然就是要整理床铺，把被子叠起来。接下来呢，就是去洗手间。去完洗手间，我就开始简单的洗漱。我洗了脸，刷了牙，然后就准备出门去运动了。那肯定有很多人想，诶，没有化妆就出门了吗？对，我早晨出门锻炼的时候都是素颜。素颜的意思呢，就是没有化妆。我甚至出门比较早的时候也不会擦防晒霜。我知道很多人说太阳的紫外线对皮肤不好，会加速衰老啊，会有晒斑。晒斑就是皮肤经过太阳暴晒之后出现的黑色点点，叫晒斑。很多女孩子都很害怕紫外线。不过呢，我还是相信皮肤本身的抵抗力。我知道有研究说，即便在阴天的时候，紫外线也是很强烈的。但是呢，我更相信人体自然的屏障。我们的皮肤呢，可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强多了，也强大多了。其实就是短时间的太阳，只要不是直射的话，其实我们的身体呢是完全可以抵御紫外线的。而且我之前也有看过一篇报道，就是现代人的血液当中已经能少量的检测到这个防晒霜的成分。所以呢，我基本上就是非必要的情况下都不会去涂防晒的。尤其是早上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是朝阳，很温和，所以自身的皮肤是足以抵抗它的侵害的。所以我早上是素颜出门。那出门之前呢，我肯定要有另一个要喷的东西，防蚊虫喷雾，这个是必须要喷的。因为夏天的蚊子真的太厉害了。我每次出门之前呢，都用喷雾在脸上、脖子上、胳膊上，还有腿上，全部都会喷上。但是还是会被咬好几个包。因为我是穿着半袖和长裤出去运动的，所以开始的时候呢，我在这个裸露的皮肤的部分喷的比较多。但是腿上因为有裤子嘛，我就简单的这样喷了2下。
没想到蚊子真的太厉害了，就是它会透过我的裤子，在我的小腿的正前方咬了2个包。后面我就开始在手上涂完之后呢，整条裤子的前边、后边也都喷上了。比较幸运的是今天早上没有被叮，就很开心。所以我也很感叹哦，这个蚊子也真的是好厉害。明明穿着那么厚的运动裤，它依然能精准的找到我的血管，而且在我不注意的时候，成功的咬到我。它的这个精准定位的能力，我真的是有点佩服，也有点生气。所以呢，防晒我可以不擦，但是防蚊虫的东西是要好好的喷的。出门之后呢，我就会先慢跑2圈。因为我自己呢比较喜欢温和舒缓的运动，也可以理解为有氧运动。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嘛，所以有人适合比较激烈的运动，比如说举重啦，还有对抗性的这种拳击啦。如果你有特别多的能量花不完，然后甚至呢会觉得能量不用掉就会有点烦躁呢，那这些人是适合比较激烈的运动的。而普通人呢，如果你本身就比较容易疲劳，能量应付你日常的生活和工作都已经勉为其难的话，那一定要做舒缓的运动。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去选择适合你的运动。我呢是先慢跑2圈，然后身体微微出汗就很好了。接下来呢，我会练一套传统的中国的功法，叫做金刚功。总体来说呢，它基本上就是一些个简单的这样伸展运动，就把这个身体这样完全的打开，让身体这样唤醒过来。基本上就是上下左右前后，还有这个脊柱都能得到很好的锻炼，又比较舒缓。我为什么坚持做这个呢？是因为金刚功呢是中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道长，他分享给大家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话有很多比较厉害的这个所谓的道法是不会轻易的传给别人的。但是这个道长呢，可能就还是觉得天下的苍生大家都比较辛苦嘛。他年岁已高，想着如果不把这个传给大家的话，可能就没有人会了，所以他就录成了视频分享给大家了。我呢是在疫情期间就坚持每天会练1遍。比较幸运的是呢，整个疫情也比较平安无事，所以我很相信这个功法。而且呢，道长本身也活到了103岁。他不仅仅是长寿，而且他特别健康。他在90几岁的时候跟年轻人一起爬山，他还健步如飞。年轻人呢走在后边都已经气喘吁吁，就是累得喘不上气来。但是老道长呢就真的是面不改色，也不怎么喘，就非常平稳的就可以在山路上一直走很久。包括他90多岁的时候还坐着飞机飞到各个城市，给大家讲这些养生的基本的东西。是非常有修为的一位道长吧，所以我就有坚持在练习，差不多一套练完应该是有10来分钟，身体真的非常舒服。早上去公园还有一个超级大的福利，就是可以免费撸狗。没错，早上呢，很多主人都会带着自己的狗狗去公园散步。那有的狗狗就很亲近，
对人很友好，就会跑过来用头这样蹭你的腿啊，然后摇摇尾巴呀，然后基本上我就会问问主人啊，可不可以摸一下呀？主人同意了之后呢，就可以撸狗了，特别可爱，就各个品种的都有，叫什么名字的都有，就很开心啊。对，那个现在研究也表明，就是经常跟宠物相处的话，对人体很多免疫啊，包括心理健康啊，都有很大的好处。而且很多时候你去照顾它的过程中，本身也学会了一些个承担责任呢，包括去外边去散步带它，本身对自己也是有好处的。所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养个狗狗还是蛮不错的。狗的主人们也都挺友好的，大家聚在一块儿聊聊天。但是我每次撸狗的时候都是素颜。但是狗狗就这点就特别好呀，它特别忠诚，然后它也不会因为这个人的高矮、胖瘦、贫穷富有，在它眼里没有这个概念的。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喜欢狗狗的原因吧。就它的世界很简单，就是它选择了你，就会把所有的爱都给你。狗狗真的是人类特别特别好的伙伴。因为我的黑虎已经离开我很久很久了，在它之后呢，我自己是没有再养过狗狗的。我觉得日后条件成熟的话，应该会考虑养一只狗狗吧。锻炼完之后呢，我就回家吃早饭啦。早上呢，我一般会吃的比较简单，但是主要都是以面食为主了，要不然就是面包，配一点点花生酱，要不然就是自己做的馒头，有的时候也会吃包子，有的时候呢会吃一些煎饺，可能比较注重这个减肥的人，可能一听就觉得不得了了，怎么早上吃的全部都是碳水化合物啊，对吧？就肯定会很担心啊。但是我一点都不担心。说实话，现代的营养学很多东西呢，都是从这个物质层面去分析它的营养的。但我们实际上都清楚，人体的这个营养呢，不仅仅是有物质，还有能量。所以呢，现在人仅仅的就是说，这个主食里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所以不能多吃哦。这个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认知观念。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一粒小小的种子，它可以拱破土壤，甚至然后破壳而出，从那么小那么弱，然后长成一只植物，然后结出那么多的果实。种子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它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现代人就是说谈到碳水化合物就觉得是个坏东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碳水化合物其实是保证身体健康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是从来不会计算这个碳水化合物啊，或者是说吃一定要怎么样啊。我是觉得有的时候人身体的智慧是远远高于你的大脑的。比如说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大家定义为挑食，尤其会这样教小朋友。很多小朋友不爱吃青椒，也不爱吃西兰花，然后很多家长就开始引导甚至批评小朋友，说这个叫做挑食，是不健康的。但实际上呢，从中医的角度，还有我个人的这个体验来说，其实你的身体远远比你的大脑要聪明多了。很多时候，你爱吃的东西，其实就是你身体所需要的东西。那如果你身体不爱吃这个东西呢，很多时候就是你身体无法消化这个东西，所以就不爱吃。我呢
之前的时候就是脾胃比较弱的时候，我是完全不能吃青椒的，就哪怕是炒的土豆丝里放了一点点青椒丝，我只要不小心吃到了的话，整个一下午这个青椒的味道都不会散去，而且就是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偶尔打一个嗝，里边还是青椒的味道，就是我的身体是完全没有办法消化青椒的。后边呢，就是找了一个比较好的中医调理了一下脾胃，脾胃比较强大了之后呢，我突然有一天就闻到青椒炒肉丝的味道，我觉得哇，好香啊！然后就试着吃了一些，一下午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到后边我才说，诶，青椒炒的肉丝，难怪是一道流传还比较久的菜，原来挺好吃的呀。我的家里人也很奇怪，说：“诶，明明以前青椒一口都不吃的，吃一点点都会有反应，倒不至于是过敏那么严重，但是就是会不舒服。现在呢，我就非常爱吃青椒了呀，甚至可以连着吃2天都没有问题。所以你看，你的身体真的比大脑要聪明多了，在它能消化的前提下。”他才会去吃这个东西，你也才能获得里边的营养。如果这个东西本身它物质上含有很多营养成分，但你自己是不具备消化功能的话，那吃下这个东西对你没有任何好处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一方面啦是要让小朋友有一点点意识，就是不要过分的挑食，要学会忍耐。但是更多的还是应该尊重这个身体客观真实的状况，和每个人他这个强弱程度是不一样的嘛，所以真的没有必要一刀切，直接定义为不吃青椒就是任性，不吃西兰花就会不健康。其实我们现代人的营养摄入方式，你仔细想想就会觉得好像不是宣传的那个样子。大家都会说必须要吃这个东西，吃维生素，少吃碳水，然后吃这个吃那个才能维持身体健康。但是你稍微的观察一下自然界，就会发现，你看牛饮食那么单一，它就吃草呀，但是它还是长得很强壮，对不对？还有你看大熊猫，大熊猫只吃竹子，也没有营养不良啊，对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身体确实会有一些个氨基酸呀之类的东西无法自己生成，是要通过食物这样摄入的。但是在基本保障的情况下，好像也足够了，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不吃某一样东西，小朋友就一定会缺什么呀？他不爱吃青椒，可能他可以通过别的方式获得足够的维生素 C，所以他有不同的来源的话，就不用太过担心小朋友营养不够均衡。我是这样认为的。而且，比如说以我个人为例，我之前也很少吃海产品，但是我去身体体检的时候呢，并没有发现我缺任何营养元素啊，对吧？所以我不爱吃，就真的是因为身体消化不了，跟这个任不任性一点关系都没有。后边调理了脾胃之后呢，慢慢的我也可以开始吃一些个简单的鱼类，吃起来也觉得不会那么的腥了，然后甚至呢还会觉得有一点点香。所以呢，这个东西到底对你身体是营养还是负担，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你消化得了，它就是营养；你消化不了，对你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这是我对食物的看法哈。回到早餐吧，那我吃面包，吃面包，或者吃馒头，吃包子，或者吃水饺。有的时候呢还会熬一碗粥，就这样简简单单的就可以了。早上呢我一般是不太会吃水果的，因为总体来说水果呢还是比较寒凉的，
它里边的这个果糖的含量也都比较高，所以喜欢吃的朋友呢，可以吃一点点。我本身对水果就没有特别强烈的这个欲望，也可能还是因为从小的时候脾胃相对比较弱，所以对寒凉的东西，比如说海鲜啦、水果啦，还有难以消化的东西，比如说青椒啦，从小就不怎么爱吃，吃的很少。调理好了一些呢，慢慢的不吃的东西就开始吃了，所以口味也会发生变化。你会自然而然的主动的想去吃某一样东西，这跟别人强迫你为了保持营养平衡吃的时候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吃完饭呢，当然就是要洗碗啦，要收拾一下，洗碗、洗筷子、洗杯子，我呢有的时候呢会戴上那个塑胶手套，然后挤一点洗洁精在碗上，用那个洗碗布这样去洗碗，然后再冲干净，再把它放在旁边控水。但大部分时候呢，我觉得戴手套都很麻烦，尤其夏天的时候比较热嘛，塑胶手套戴在手上不一会儿就会容易出汗，其实也很不舒服。所以呢，我基本在挑选洗洁精的时候，就尽量选一些比较柔和的，对手上刺激比较小的产品来使用。洗完碗呢，当然就是家务的时间了。要整理一下沙发呀、饭桌呀，然后开始用吸尘器这样满屋的开始吸尘、打扫，楼下楼上全部收拾一遍。还有卫生间的厕所马桶要刷一遍，擦一擦，整体整理下来，这一上午的卫生基本就是搞定啦。收拾完家之后呢，就要简单的化个妆。我的化妆呢，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才仅仅是到打底的那一步，基本就是乳液、粉底液，然后一层干粉，画眉毛，一点点腮红、口红，就 OK 了，就完事儿了。我不太喜欢弄得很复杂，也不喜欢花很久来去修饰。在这边就是素颜出门，可能就是对很多人来说是心里有压力的哈。我也慢慢的被影响的，就不太敢。我基本上早晨出门锻炼的时候，因为比较早嘛，就可以素颜冲出去。但白天出去，买个东西啦，出门啦，好像素颜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是心里会有点担心，主要是怕遇到邻居，怕遇到熟人。不认识的人我倒是觉得无所谓了，因为我一直都有一个疑问啊，为什么男士不化妆就没有人说这个东西很失礼，而女性呢，如果说不化妆出去呢，可能会就被认为很失礼啊，是放弃自己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离谱的一个说法，因为我觉得化妆的这个根本原因呢，还是应该是为自己。我觉得今天气色不太好，想化一点妆，让自己看起来美美的，心情也好，我觉得这样就可以化呀。我一直觉得化妆应该是为自己，不应该是为别人，所以我也不觉得素颜出门对谁很无礼。因为全世界差不多男士都可以这个素颜出门，怎么到了女士这里素颜出门就成了失礼？这一点我是无法认同的。嗯嗯，对，我是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舒适的权利嘛，对吧？当然，这个可能在亚洲来说，女性被期待着很多的这个应当，或者是女性被要求着可能以更美、更柔和的姿态出现在外边。这个可能就是整体来说，亚洲文化里都多多少少有这么一点吧。我记得在法国的时候，就很多女士是连内衣也不穿的，就这样直接出门。包括我在那边读研的时候，我的很多女性同学，她们也是不穿内衣的，就在夏天的时候也是不穿的。就也很大大方方的，能看出来法国在很多方面其实还是非常领先的。
给女性的自由度也更高。当然它也跟我之前想象当中的法国也不一样了。法国带给我的那些个文化冲击，还有意外的地方，还有觉得好的地方，有机会的话我们以后可以聊一聊。接下来就是洗衣服。有的时候呢，我是运动回来之后，换下这个运动衣，直接就放在洗衣机里边。这边在吃早饭的时候，那边同时就在洗衣服了。那这边收拾好房间之后呢，衣服也开始洗好了。洗衣服倒是不麻烦了，但是夏天最痛苦的事情是晾衣服。因为夏天真的好湿热呀，屋里边开着空调还挺舒服的，但是晒衣服的时候要去阳台，打开窗户，那个热气这样吹进来，真的好难受，就一瞬间就开始冒汗，觉得特别热。但是呢，你还要一件一件的把衣服挂上去，然后才能晾出去，就很花时间。每次去晾衣服的时候，基本都会湿透。夏天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啊，真的没有办法。我觉得日本的夏天真的是非常非常湿热。我在法国的时候，夏天虽然外边也经常下雨，但是真的基本能做到雨过天晴，就是只要雨一停了，空气里很快就是干的。所以在法国的夏天，即便偶尔有那么一两天会比较热，但是它空气完全没有这种湿漉漉的感觉，所以整体来说夏天还挺舒服的。我在法国住的那个地方，是没有空调的，但是真的不热。说起来，可能大家都觉得有点夸张啊，可能都会觉得难以置信吧。我在法国的那一年，夏天的时候，我是在7月份去年回来的，但是在回来之前的6、7月份，日本都已经很热了吧？我在法国的时候，在室内就没有穿过半袖，或者说我在全法国就没有穿过半袖。我在室内的时候都穿的是长袖，外边还要披一件外套，因为我觉得后背比较容易冷嘛。那个时候夏天我在的那年都是26、27度，那是中午最热的时候，一早一晚的话就是还凉飕飕的。然后那个房子呢，它可能也是石头的房子吧，它本身也比这种木质的房子可能更凉、更冷一些。真的好夸张，我在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冻得腿会抽筋，抽筋就是突然间疼醒，然后筋的力量抽起来，腿上那个筋就突然间收得很紧，那种剧痛啊！我的天呐，我就抱着腿在那使劲的揉，当时真的是哭的这个时间都没有，你必须得先揉开，因为抽筋真的来的特别猛，疼的特别剧烈。后边我没办法买了一个电热毯，就一直到夏天的时候，我都还是铺着的，这太夸张了。可能呢，我本身确实比较怕冷，其次呢，法国的夏天也真的不太热，所以没有空调挺正常的。还是接着回来说衣服吧。晒好衣服之后呢，我基本就可以开始工作啦。比如说回复一下网上大家的留言，批改一下我学生发给我的作业。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准备教案，把下一周上课要用到的东西提前准备好。差不多忙到中午的时间，我基本会休息一下。条件允许的时候呢，可以在沙发上睡个午觉。我一直觉得午觉真的还是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的，可以缓解上午的疲劳，也可以让一下午重新比较有精神的开始工作。
所以有机会的时候还是要睡一小会儿，哪怕就10分钟。如果在办公室没有机会的话，那我觉得闭目养神也是一个好办法，就是闭着眼睛，什么都不想，对身体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休息。下午呢，我就做饭，有的时候呢就会去超市去买菜，要开车过去，到超市把下一周需要的东西通通采购回来。我其实还挺喜欢逛超市的，在那一堆商品当中挑选自己喜欢的，然后计划着下周吃什么，哪道菜配什么，然后一起做会比较好吃，这样计划着，就觉得想想都还挺开心的。不过最近物价涨得还是挺多的啊。然后我比较喜欢的一个事情呢，就是在结账的时候会先去猜价钱，基本上就是谁猜输了，谁要开车回来这样的，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去超市买菜的话，基本上午饭就在外边解决了。如果觉得没有什么想吃的呢，就抓紧买完东西回来自己做。哦，对，我现在呢，一天是2顿饭，其实已经从疫情期间就开始了。在疫情之前呢，我也是一天3顿饭，一日3餐，跟大家一样的。但是后来疫情爆发之后，大家就都在宅工作嘛，在家里边上班，然后我的课程呢也都改成网上的课了。我就会发现，人不出去活动的话，你身体里消耗的能量就不会那么多，所以呢，也并没有很饿，就会发现，吃3顿饭，好像到第3顿的时候完全没有饿感，就例行公事的就开始吃饭。后边我想，既然大家都是在家里边办公，时间可以调控的话，那我们可以早饭正常吃，午饭差不多在2、3点，就这样试了一下，发现效果特别好。就是最惊喜的呢，就是整个疫情期间身体都比较健康，而且体重还下降了，没有做额外的运动，但体重呢还是下降了差不多6公斤。是的，而且一直到现在也维持着没有变。这个体重呢，其实真的是很久很久都没有过的体重了，因为我自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就一直是差不多都快60公斤了。当时，那个时候呢，脸是圆圆的，看起来就真的很肉肉的。就到疫情之后，就每天2顿饭，其他的生活作息都没有太大改变的前提下，就降到现在差不多是52公斤。其实我对于胖或者是瘦没有过于偏执的追求，我不太就是以某一个数字为目标，我是觉得所有的美都是建立在健康的基础上的，所以体重沉一点或轻一点，其实我没有那么在意。但是，如果说现在目前的这个体重让我觉得整体身体的状况是非常舒适的，那我还是愿意保持的。而且疫情之后吃了2顿饭之后呢，身体状况没有变坏，反而变得更好了，没有以前那么容易疲劳啦，而且能够自然醒了，这个真的是特别棒的一点。我以前的时候都是早上要定闹钟的，而且经常闹钟响的时候我都睁不开眼睛，觉得好困好累，没有休息过来。但现在就经常是早上在闹钟响之前，我就自然醒过来了。这个时间呢，整体的睡眠质量呢也比较好，所以我是觉得，有的时候这个3顿饭就真的是，它可能是更适合体力消耗比较大的人。比如说你今天在外边跑了很多呀，
消耗了很多能量啊。我自己也有这个感觉，我就是比如说某一天上的课比较多的话，我就会有饿感，有时候会吃3顿饭。但如果课相对少的话，那基本上2顿饭是足以应付了。所以呢，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去调整吧。接下来下午差不多3、4点的时候呢，就要开始收衣服了，可以比晾衣服能稍微快一点，但是全部收进来之后呢，还要一件一件的叠整齐收起来，就是很花时间了。洗衣服、晾衣服也叫晒衣服，等它们都干了之后呢，收衣服，然后是叠衣服，叠好了之后呢，还要放回到柜子里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了。我之前住的那个团地呢，是住在6楼，因为比较高吧，所以从来没有过臭虫什么的。但现在住的是一户建，尤其是到秋天开始天气变凉的时候，衣服要是不早一点收呢，就会有臭虫飞过来。天哪，我之前都不认识这个昆虫的。有一次收衣服收晚了，因为不知道有这个虫子的存在嘛，所以衣服就轻轻的在外边抖一抖，就拿进来了。然后进到屋里边，就听着邦啷一声，什么东西有点点硬掉在地板上了。我就低头一看，那个虫子被摔了一下，它也吓到了，就开始努力的翻过来就要起飞。哇，当时给我吓得真的是叫出声了，我说妈呀，这是什么东西？就真的是吓了一跳。因为它在屋里飞来飞去嘛，我又很害怕，怕它撞到我，又怕它飞不出去，给我吓得就赶紧把窗户打开，把纱窗也打开，想办法把它往外这样赶，最后赶出去了。因为这个臭虫受到惊吓之后就会放气，那个气体的味道真的还是挺臭的。在那个周边就用湿巾呀、用喷雾、用香水好一顿擦，然后那个味道才慢慢的变淡散去了。哇天哪，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东西叫臭虫是有原因的，真的是有一股特殊的味道。虽然说臭虫可能不咬人吧，但是我还是对各类昆虫都特别的怕的。我就想到那种昆虫啊，还有那种毛毛虫啊，真的就会起鸡皮疙瘩，就是说毛骨悚然也一点都不夸张吧。对，我特别特别害怕虫子。夏天收衣服的时候就是比较热，它还不会来。就是到秋天的时候，天气变凉，阳台上阳光比较好，它就会来，可能落在白的衣服上。所以我现在每次收衣服之前，先透过玻璃这样仔细的张望，确定没有了，再迅速的打开窗户，然后使劲的抖一抖衣服，然后再拿进来。哇，天哪！想起来收衣服的这个小插曲，还挺惊悚的。大家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预防臭虫，可以跟我说一下哦。对着它们喷喷雾，很有可能它就会死在你自己的院子里了，还要再去收它。我本来就怕它，不想见它，然后院子里还要再去收它，我真的是觉得很折磨。所以我现在也不想用那个喷雾去杀它。所以最好有什么办法，就是可以让它不来。我之前查了一下，说可能可以种薄荷之类有香气的东西，可以预防吧。我今年我一定要好好的查一下，如果有必要的话，那就把这个绿植要养起来，就是物理方法对付它，这个可能对它对我都有好处吧。就这么多。下午呢，我基本上会接着工作一会儿，然后做做教案啦，剪辑一下视频啦，拍一下视频啦，就差不多做这些东西。
要做差不多2、3个小时的时候，就会觉得比较累了，会起来放松一下，做一些简单的这种拉伸啦，看一下电视啦，或者是刷一会儿手机。是的，我知道这个放松方式可能不太好，对吧？从电脑上变到了手机上，明明是应该休息的，但是呢，就是会刷一会儿手机。我经常看的几个东西呢，第一个当然就是 YouTube 啦，第二个呢就是 Instagram，之前在欧洲那会儿用的比较多，所以上面有那边同学的动态也会看一看，还第三个当然就是抖音啦，这个是中国国内用的，国外叫 TikTok，会刷一些比较流行的、热门的视频啊，就是跟上这个热点，都有这个FOMO 是吧？Fear of missing out，大家都在社交上有一种害怕错过的这种心态是吧？肯定偶尔会刷一下，基本上就这样吧。有的时候呢，到傍晚的时候呢，会看看剧。最近在看的也是一部日剧，叫做《Hot Spot》，就是 Hot Spot，挺有意思的，好像是跟《重启人生》那部剧一样的编剧原班人马演的。哇，我觉得这个编剧很厉害的一点哦，就是他能在非常琐碎、很生活化的事情当中交代整个故事的这个走向，就是看起来特别的自然，就真的就跟你的邻居、你的朋友在那聊天那个感觉一样。所以我觉得他特别擅长刻画那种细腻又琐碎的日常生活，我还蛮喜欢的，挺好看的。最近评分好像也挺高的，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呢？晚上8点多我就要开始洗漱了，我喜欢早一点洗漱，这样的话可以在上床之前就可以把头发呀吹干，因为夏天气温比较高嘛，你泡完澡之后呢，整个血液循环加速之后，就身体就一直很热，就很久都凉快不下来，所以呢，我会喜欢早一点泡澡，这样早一点吹干头发，还有几十分钟可以凉快下来。夏天吹风的时候，真的还是挺难受的，所以我会把这个吹风机的那个温度调到那个适合吹头皮的那个温度，但是不会调冷风，因为冷风吹干的比较慢。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人刚刚泡完澡之后，你所有的毛孔都是打开的，这个时候如果吹冷风呢，这个冷风就会毫无压力、轻松的进到你的身体里，这样长期吹完之后呢，是容易头疼的。可以用低档的热风，或者有一档叫做 scalp，它直接翻译叫做头皮，可能就是对头皮比较友好的那个温度吧。这样温度不会太烫，虽然花的时间要长一点，但是也不会很冷，对健康是比较有好处的。差不多在9点或者9点半的时候就可以上床了。躺在那里基本上也不太可能立刻睡着了。我基本就是在有的时候加班，比如说到11点、11点半，那这种情况下呢，我基本上床之后就真的能做到倒头就睡，就是很快很快就睡着了。但如果平时白天活动安排的比较合理的话，该做的事情做完了，然后头脑也开始放松了，那上床之后呢，没有那么累，可能就会有几十分钟，简单的做一些面部的这种按摩，尤其是眼睛周围，因为我是高度近视嘛，所以最近也在按揉眼周的穴位，还在户外这样望远，让眼睛放松，在练习。有个好消息呢，就是我的眼睛度数已经下降了125度了。如果换算成日本的这个说法呢，就是已经下降了1.25度了。对，我的右眼当时就是在
从法国刚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右眼是750度的眼镜，已经都有点看不太清楚了。现在呢，1年多过去了，我后边去同一个地方验光师验了2次了，累计下来之后，到现在右眼变成了625度了。所以我现在还在坚持每天户外，坚持睡前这样去按揉眼睛周围的穴位，因为中医上就是说这个穴位是启动人体开关，连通经络气血很好的点，所以我是会去摁一摁。基本上就是一个原则吧，就是你眼睛周围酸胀的地方就全部都揉开就对了。眼球是不可以摁的啊，因为它是这个肌肉组织嘛，非常软。但是眼眶周围这些穴位通通都可以按开。我现在呢，也不知道这个近视到底能恢复到什么程度。现在我在进行第3轮的测试，差不多还有2周吧，就可以再去验光了，看看度数有没有持续的下降，视力是否在持续的好转，这个还不太清楚，一起期待吧。如果有了后续的话，我也会更新给大家的。基本上就是上床之后摁一摁，很快就会睡着啦。那睡着之后呢，有的时候就会做梦。中国有句话说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很多时候呢，梦可能也就跟你所经历的、所牵挂的事情可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有的时候会做美梦，有的时候会做恐怖的梦，有的时候会做零零碎碎、乱七八糟的梦。反正基本上就到第2天，这就是我完整的一天啦。大家怎么样？还有什么其他我没说到的？你们还做了什么呢？或者你想知道的表达，都可以在下边留言告诉我呀。好，那大家别忘了评论、点赞哦。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